奥运会不就是个体育赛事吗？为什么每一届都要拍那么多避孕套呢？难道他们是要鼓励这些运动员们晚上也要运动吗？这不仅让我们怀疑他们是在办站着的比赛，还是在办躺着的比赛。哈哈哈！而拍最多避孕套破纪录的就唯属2016年里约奥运会了，拍了45万个避孕套。因为上一届伦敦奥运会在这方面就明显低估了运动员的实力，只发放了15万个避孕套，而在这5天内就被抢完了。所以这一次为了运动员的幸福，一定要加码。其中女用避孕套就有10万个，总运动员数量就达到了11500个，平均每个人可获得42个避孕套。What？ 拿那么多干嘛？奥运会只短短12到16天罢了嘞，这平均一天要用3个才用得完啊！除了配发的，在运动员住宿附近还有41台避孕套自动售卖机，还有，会有一个人带着一个避孕套袋子，然后在各个房间环绕着，看看哪一个房间需要就停下来发放，以便紧急情况不方便出去买，就犹如快递。这个真是绝了，服务真的他妈的好，堪比海底捞。此外，大会还贴心地提供了17.5万个润滑剂，就怕你白天的水都被汗水流干了，晚上没有水了嘛。在这种后勤供应下，国际奥委会那句著名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就有了新的意义。所以这一届在巴西举办的奥运会就被标上了世界上最色情奥运会。其实除了奥运会，其他大型的比赛如亚运会、世锦赛等，只要是国际赛事，都会有派发避孕套的惯例。那究竟是为什么需要在这些体育赛事派发避孕套呢？其实说到底，这都是美国人和韩国人的错。把这种有助于加强全球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国际赛事搞到像世运大会这样，因为给了避孕套，自然就会使得你更加放纵，就等于给了你一个 pass， 你可以去搞了。所以逐步演变成今天的现状。你要知道，人是有行为的，男女都一样，给了你一个借口去搞，你还不搞吗？奥运会最早是在1896年开始的，而那时候并没有派发避孕套的案例，直到1981年，第一宗的艾滋病在美国确诊，而第一届派发避孕套也是同样发生在80年代韩国汉城奥运会，目的就是要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意识。因为奥运会是个国际最大型的体育赛事，受到全球瞩目，在这个平台上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意思，自然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如果是按照美国的逻辑，第一宗病例发生在哪里，就是那个国家在释放病毒害了世界，那这艾滋病就是美国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你今天出去乱搞，需要戴套，不能完全感受到性带给你的快感，怕中艾滋病就是美国给你的恩赐，所以你要记得讲谢谢哟。不过这也好了，这算是对人类的另一种贡献，因为被迫要戴套，所以减少了很多怀有私生子女的几率。说到避孕套嘛，就不得不提了。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生产最多避孕套的国家，世界上每5个避孕套就有1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生产的。你所熟悉的英国 Durex 避孕套也是由马来西亚 Carex 供货的，因为马来西亚是橡胶王国嘛，英国并没有这种资源。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你今天不懂我，是因为我才刚开始，你总有一天会懂我。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即将消失的国家，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关于避孕套奥运会的那件事。避孕套的诞生不只是为了预防艾滋病，最早是用来避孕的，早在1564年就有了。只是那时候的避孕套不是长现在这个样子的，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模样，乳胶制成的避孕套大约是在19世纪才面世。奥运会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这些商业大佬来宣传他们的产品。全球最畅销的避孕套产品 Durex 杜鲁斯就免费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选手们提供了15万个避孕套，并提供有关安全行为的信息。看到吗？性行为也是有 SOP 标准作业程序的，不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谁说女人不能掌控爱的节奏 ？Durex 大胆去爱。由于这些运动员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身材也好，全身上下散发着无法抗拒的荷尔蒙。姑娘们穿着轻薄的热裤和胸罩，男孩则穿着内裤。标枪帅哥布罗格里尔曾说：“就算脸蛋是7岁的模样，那身材也足有20岁的成熟啊！”而且都举办了那么多届的奥运会，选手们早都已经心照不宣了，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已经是 expected and ready 的了。因此，这把欲火要烧起来并不难。其实，
他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就是在奥运圈里发生的事，不管是多么的荒唐都好，都只会把它留在奥运圈内，不会带出去，也不会到处宣扬。毕竟他们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公众人物嘛，所以被曝光的内幕可是少之又少啊。巴塞罗那金牌勇将萨默桑德斯曾说，这是奥林匹克第2个箴言。所以即使是在传媒和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有再多的爆料或内幕都好，关于奥运圈的秘密，外人能窥见的也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而且他们的精力可比一般人来得旺盛得多，差不多都在20岁左右。当他们来到赛场时，本身压力就大，所以很多人都想释放一下。除了运动员，教练也有份使用的哟。如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在游泳比赛结束后的第2天，英国代表处的屋顶和阳台都被扔满了用过的避孕套。英国代表团得知后，为保全颜面，不得不出炉禁止进行室外性行为的条例。还有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游泳队曾经禁止异性到卧室访问。但这种事永远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拿过2金4银1铜的阿曼达·比尔德在悉尼运动会时，跟着队里另一个男游泳选手交往。根据他的说法，反正大家都愿意多走那几英里的路，为了就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来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的路，哈哈。根据媒体披露，2000年悉尼奥运会算是最欢脱的一届。赛事刚开始1周，避孕套券告急了，运动员就用完了发放了7万个避孕套，组委会不得不在临时订了2万个。而在奥运临近尾声时，又再度告急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要为奥运健儿们说句公道话，不是他们这一届的战斗力太强，是澳洲当局太吝啬了，才会造成需要补发的情况，才给那7万个，够我们用咩？这里有个图，注明了每一届奥运会所派发的避孕套数量。你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开放，所以20世纪所发放的避孕套是比19世纪还要来得多的。当然，运动员的数量增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毕竟国家的数量也在增加嘛。美国射击运动员乔斯·拉卡托斯曾对媒体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悉尼奥运会那么放荡的。奥运村的公寓就像个妓院。”拥有多项世界纪录的美国名将瑞安·罗切特更直白地说：“我敢说，这里有70至75% 的奥运会选手都会在奥运圈发生性行为。你懂的，这是游戏的规则。”等到奥运会的后期，随着越来越多项目的落幕，混搭同居也成了家常便饭。很多宿舍的门上都挂着袜子。大多数上过大学的美国人对此并不会陌生，这就是约定俗成的信号，告诉你里面真有精彩的戏码在上演。还有，快走开，不要打扰我们。但也还是有例外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发放了10万个避孕套，人均可得8.7个。结果直到大会结束，这10万个并没有用完，还剩下5000个。这是近20年来首次有剩余的奥运会，哈哈！但还是用了95000多个，剩下5000个而已。有了这些需求，避孕套发放简直是利人又利己啊！同时也是预防控制传染艾滋病。当然，不是每一个避孕套都会被用掉的，因为其独特的包装具有奥运特色，有很高的纪念价值，所以有些就被收藏了，或被这些选手拿了过后再高价卖给外界。当时伦敦奥运会避孕套的赞助商杜鲁斯 Durex 公司的负责人曾说：“虽然有选手把避孕套当作纪念价值带回去了，不过我们不能小看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们的体力啊。”日本媒体则调侃地称，夜晚的奥运圈也在举办一个盛大的运动会。为此，伦敦市长也特别发言表示，希望运动员们悠着点。我们的口号是激励一下，哈哈哈。所以即将到来的2021东京奥运会，这次会派发多少个避孕套呢？据我掌握的消息是，国际奥委会告诉运动员们，避免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如拥抱、击掌和握手。还有就不用我说了，并在比赛期间与其他运动员保持2米或6英尺的距离，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却说，运动员们有望获得15万个避孕套。所以这届奥运会是要让运动员隔着2米干吗？
欢迎你在下面留着下你的意见，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请你订阅、按赞及分享，我会每周更新哦。下一期我还会就奥运会做一个特别的主题讲解，如果你想继续看的话，一定要订阅哦。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